暗黑2傳統的傷害分兩大類，武器傷害和法術傷害。然而，新職業術士的技能回響打擊，其傷害與這兩種都不相同。看看它的技能說明，傷害715到1094，這個傷害是包含了武器傷害還是不包含？為什麼角色面板上的傷害卻是2291到3638？與技能的傷害是什麼關係？與所拿的武器又是什麼關係？與力量和敏捷屬性有關係嗎？武器的速度還有關係嗎？這個算法術傷害還是物理傷害呢？能吸血吸藍嗎？不了解這些，在選擇武器時就會抓瞎，無從決策。思壯今天給大家分析的就是這些問題。為解決如何選擇武器，思壯通過實測採用回歸建模的方法，對 Echoing Strike 的傷害進行分解建模，並給出其傷害模型，從而得出幾條簡單明確的原則，給朋友們配裝決策做參考。懶人包回響打擊的技能總傷害比傳統的技能傷害複雜，分為3個部分。總傷害等於技能傷害加武器傷害再加附屬傷害。技能傷害會放大2到3倍甚至更高，极具杀傷力。武器傷害則由武器和力量決定，最終傷害值放大 5.65 倍。装備上的附加傷害會放大 3.11 倍。選配裝備時的考慮順序建議是技能、武器的基礎傷害，然後附加傷害以及力量。要解答前面的这些問題，思壯做了詳細的測試，記錄下不同情況下的傷害數據，然後通過回歸得出其傷害模型。既然回響說有 75% 的武器傷害，根據傳統暗黑2的經驗，思壯首先猜想的傷害模型是這個。但在做了一個簡單的測試之後，同技能同武器只加1到8的電傷害，技能等級傷害不變，但面板傷害的增量並不符合大家一同乘以同一個倍率的這樣的一個現象，這說明其傷害模型要比這兒複雜，應該不是簡單的複用原來的計算方法。思壯看不到源代碼，因此無從得知其具體公式，但是思壯對模型做了進一步的推論。首先，我們確定有什麼樣的变量會影響到最終的傷害。武器傷害肯定是变量之一，在固定其他條件時，換武器，其最終傷害馬上產生變化。技能傷害也是變量之一，在所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技能等級增加，最終傷害也增加。另外，思壯還測試了力量和敏捷，力量增加，最終傷害增加；敏捷增加，最終傷害不變。因此可以得知，力量是一個变量。還有裝備上，無論是武器上還是其他裝備上的附加傷害屬性，也對最終傷害造成影響。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確定這些变量：技能傷害、武器傷害、裝備的附加傷害以及力量屬性。最終傷害是一个關於這個4個變量的函數。無論這個公式如何，展開以後一定能夠得到一個4元一次多項式。同時，根據力量在暗黑2裡的一般作用原理，展開後的最終形式會是這個。其中 D skill 是回響打擊的技能傷害， A 是技能傷害倍數， B 為武器傷害倍數， C 為附加傷害倍數， K 是修正常數，大概率為0。考慮到這個函數不是連續的，而是離散函數，同時與其技能等級相關，因此進一步修正模型得到，也就是說係數 ABC 可能會是技能級別的函數。接下來的思路是用實測的數據進行係數回歸，得出模型公式，最後再用新的數據來進行驗證，即可得知模型的可靠性。在遊戲中，思壯將回響打擊技能等級加滿，協同技能引刀加滿， Levitation Mastery 加到9，
Blade Warp 只加1級，然後保持这个配置，通過更換武器和技能等級來獲取20到23級的傷害數據。使用了以下這幾種武器和裝備：晨星，得到以下的測試數據。2.1 是這個表示技能檔位的信息。回歸方法採用了離散的係數映射。根據暗黑2以前的公式，這應該是代碼中存在分段路徑變化，而不是平滑的連續函數。因此回歸計算時，我們不強求3個係數的連續，是讓使用 AI 工具進行回歸，最終得到回歸結果。首先，全局係數我們明確的得到 B 和 C 兩個係數是常數。武器項實際進入的是 0.75 倍武器傷害。因此，武器每加1點基礎傷害的有效貢獻大約為，在最低傷害端是 5.64， 最高傷害端是 5.57。另外，附加傷害進入面板時將會放大 3.11 倍，這兩個係數基本上是穩定的。另外，我們對係數 A 得出了一個離散的映射表。其放大係數隨級別不同而不同，級別增長，放大倍數快速增長。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20級的時候放大倍數只有 2.0536， 而到23級的時候跳到了 2.7673。相信隨着技能級別的持續增長，這個係數將進一步擴大。這樣我們就得到了回響打擊的傷害模型公式，最終的傷害等於係數 A 乘以技能傷害加上 5.6 倍的武器傷害，再加上 3.11 倍的附加傷害。其中這個 A 係數可以通過查表得到。隨後我們再帶入力量變化引起的傷害變化數據，最終我們可以得到驗證的回響打擊傷害公式是這個：最終傷害等於係數乘以技能傷害加上 5.6 倍的武器傷害乘以力量修正，再加上 3.11 的附加傷害。得出模型之後，為了確保模型是正確的，我們需要對其進行驗證。第一步，我們先驗證附加傷害。可以看到，這些增量在多個武器與多行數據中都穩定的約 3.1 倍的放大趨勢來放大，偏差非常小，基本上可以忽略，因此附加傷害是沒有問題的。另外，我們換了一組力量數據來驗證力量對最終傷害的影響，也是我們可以看到跟預測值基本一致。最後我們再用另一把不同的武器做獨立驗證，可以看到實測值和預測值基本相符，預測誤差大約在16到35之間，相對誤差是基本上可以忽略的。因為這個誤差呢還是正負交替，不呈現系統性偏差，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模型公式基本上是準確的。結論：回響打擊的傷害模型綜合建模回歸與驗證，我們得到回響打擊的可用經驗公式是這個，其中係數和技能傷害值查這個表獲得。總結起來就是3大傷害通道，技能傷害通道放大倍數在 2.05 到 2.78 加，武器通道放大的倍數是 5.6， 關鍵來源於武器的基礎傷害和力量。附加傷害通道放大倍數是 3.11， 裝備上的各種元素傷害啊或者加傷害都會被放大，這是相當重要的補強。當然了，也存在一些問題與局限啊。首先，數據來源限制。實際上在做這個模型推導的時候呢，傷害數據來源於面板顯示，我們假定面板傷害數據是正確的。知道了傷害模型，就可以得到比較明確的配裝建議了。建議1，技能等級是第一優先級，由於係數 A 是隨技能級別增長而大幅增加。建議2，武器傷害壓倒一切，可以完全無視速度，只看傷害上限，無視單雙手，選傷害最大的就對了。建議3，
附加傷害不可忽視，附加傷害將被放大 3.11 倍，因此对於那些高附加元素傷害的武器，可以對比一下。建議4，力量收益巨大。回響 build 是力量型角色，每增加1點力量，回響打擊有5個回響的加成。實際上每點力量对总傷害的提升可以達到 3%， 遠超野蠻人。建議5，吸血吸魔。斯壯測試過，回響打擊是可以吸血吸魔的，因此選擇武器和装備時一定要考慮選擇吸血吸魔的装備。下面幾件事斯壯還沒有做完，需要繼續測試。力量、狂熱、專注這些光環。另一個術士的技能 Sigil、Legendary、Hexband 是否對回響打擊有加成，需要補完高階技能的系數。訂閱時裝，不錯過下一期視頻。我是时裝，我們下期見。